在发生了信任危机，这就是川普总统的7寸吗？我们的投资又该往哪个方向转向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持续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川普的关税大战啊。现在看起来似乎呢，其他的国家都被暂缓了90天，就只有中国把你加好加满你的关税。那到底接下来这个关税的世界会如何演变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信心一旦崩坏，你要把信任感要回来。很困难，很困难。好，那我们往下说，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信任危机是什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中美的一个大国跟大国之间的关税大战，到底现在进展如何？已经一个来到了145%，另外中国说125%就这样了，再多也没有意义嘛，因为其实这两个数字都已经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贸易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的一个数字了。关税这么高，那就是直接没有讲出来的话是我们就不用做生意了哈。好，那简单来讲是这样，但是呢，接下来会怎么进行呢？已经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下一步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好好坐下来谈，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难嘛，很难坐下来谈。下一步会是什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有3个剧本的一个演进法。好，一个呢是说，很可能贸易战会持续的深化。你说关税已经提得这么高，还怎么深化？有可能啊，比如说我直接就说，那我们的商品跟商品，我们就直接拒绝往来，我们就以后不要做生意，或者是什么样的商品我们就不卖了。比如说中国，我就不卖给你稀土啊。那这个美国说，那我有我的东西，我也不要卖给你啊。可能这叫贸易战的深化。那另外一个呢，很可能是金融战的一个拓展。金融战是什么？很有可能，比如说像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一种声浪说，我要让中概股从美国的股市当中退出，我要让你们这个离开这个市场。那似乎呢，很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像是当初俄罗斯在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后，被从 SWIFT 当中给踢出去，我就让你跟主流的一个金融世界脱钩，把你逐出这个金融体系之外，这叫做金融战的拓展。那还有可能是科技战的升级。其实现在看到中美之间已经在科技战嘛，那有没有可能升级呢？进一步的完全封锁，把这些科技的技术呢给中国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些会让两国之间不断升温的一个冲突。但是呢，如果大家来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变成了关税那么高，然后呢贸易战的深化，然后金融战又开打，乃至于科技战不断的升温的话，那如果不爆发军事冲突，好像很难想到下一步会是什么。所以呢，如果这些方方面面的都开始升温冲突的话，那最终如果演变到打仗，好像也不意外，但听起来有点可怕，对吧？好，我们先拉回来看看。但是呢，在这些发生之前，你看到川普自己先退一步了，他发出了一个22页的清单，这叫做豁免清单，然后洋洋洒洒一大堆哈，很多，然后你仔细看啊，你不用看那22页那么多，简单来讲，就是库克找了川普，所以 iPhone 被豁免了，就这么简单。好，那 iPhone 相关的一些所有零组件都被豁免，然后呢，包括了像笔记型电脑、像笔电，像是一些相关的电脑，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消费性电子商品都被豁免了。就要举手发问说，那这个被豁免清单当中，比如说 iPhone 来自中国的被豁免吗？有所以呢，你川普这个大刀，我要把你这个中国我砍你145% 的一个关税，然后呢，豁免清单22页当中，叭一大堆又是中国的商品，那你川普先生 ，Hello，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所以呢，大家就很好奇了，原来啊是这个，实在是你看到那份清单，你就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市场有很多的商品，你离开了中国市场，那就是不行。所以呢，这份豁免清单，你去再把它重新22页拿起来翻翻看，这些就叫做美国不能没有中国的证据，就是这些商品，美国至今不能够没有 Made in China。好，那这份22页的清单啊，这个那于是呢，中国就说哈哈哈，你看，你就是不能没有我吧，哈哈，你心底还是有我吧。好，那这个川普就生气了，不行。虽然川普说没有什么豁免，不，我是要
重整另外一份的关税清单，那叫做半导体关税清单。没有谁会被我豁免，只是呢，我要半导体清单当中，我会把刚提到的那些写进来，所以呢，他会得到另外一份的关税的一个数字，而不是什么被我豁免。你不要误会我。好，这个川普嘴巴很硬嘛，没有关系哈。有的时候就是口嫌体正直，我嘴巴很硬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做什么？我们再来看嘛，对吧？好，但是呢，回头我们就要来讲讲，这90天的一个豁免，还有包括这22页清单的一个豁免，90天的一个暂缓。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川普会突然间发夹弯？很多人都已经现在点出那个症结点，就是美债的暴跌，美债殖利率的往上冲高，这就是让川普低头，赶快给90天缓冲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美债呢，把川普吓歪了。好，那当然呢，这个美国债券啊，突然间在正式要实施关税的时候，突然间来一个殖利率的喷出哦。为什么会吓歪川普？殖利率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美国政府他要举债，他付出的利息，他付出的利息突然间喷得那么高，再加上这几天正好是美国新一批的公债要标售的时机点，如果我新一批的公债标售出去都是这么高的殖利率，你就可以想见未来美国政府你每年要付出的利息很多很多，越来越多，这是川普你想要的吗？再来，美债被大量的抛售，某种程度上呢，代表了就是大家对你美债的不信任，大家不想要这样的资产，这又是川普乐见的吗？应该不是吧。所以呢，川普应该是没有想象到，原来这个我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美债的风暴啊，这应该是一个会动摇他国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因此让他发夹弯，突然间的缩手。好了，那算了，我90天等一等好了，免得呢一开始的贸易战、关税战演变成了金融大战，甚至演变成了美国很可能把过去奠基起来的所有的一个大国的基础全部都灰飞烟灭，所以让他赶快的喊停了哦。那于是呢，我们就带你来好好聊聊债市闪崩到底呢是谁下的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刚刚已经简单聊到，这就是美国举债的成本嘛。那你成本变得那么高，那就丧失了本来川普想要让他的一个政府财政变得更加健全的一个本来的想法。那于是呢，这个债市的闪崩还伴随着一个中国在出脱美债。那这个小道消息说，日本也在大卖美债，我要把你美债卖到让它闪崩，让它殖利率喷高。好，喷高之后呢，我就看你美国痛不痛。好，现在看起来它会痛。好，所以这招有打到它的7寸。好，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个消息说，这个中国呢大卖美债的同时，狂买黄金，而且把黄金呢搬回中国的本地去啊。以前呢，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买黄金，通常是买了黄金之后又存在美国，但这回没有。据说中国买了黄金之后，我真的要看到黄金本人，然后把本人呢带到我中国的国内境内来放好才安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就让大家突然想起来，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对美国资产的信任危机。过去这个世界，美国好强，你好强，我好怕，你是一个好大的国家，你是世界警察。你知道这个人哦，讲话大声哦，某种程度不是你声音大就可以，你拳头要够粗，拳头够粗，你背后要有底气。什么底气？荷包要够深啊。钱是人家讲什么？钱是英雄胆啊，对吧？所以呢，我要英雄，我要很有钱嘛，对不对？不然就没胆嘛，对不对？你就是这个。好，所以呢，你要很有钱，所以你看看美国是不是？我很有钱，我拳头很大，我说话就够大声，你们全世界就听我的。所以你看，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军事又有什么枪子弹，差不多是这样，建立起今天的一个美国的霸权，美元的霸权。好，那现在呢，感觉在川普的年代，这一切会崩坏的哦。你首先你要声音很大嘛，好，现在他还持续声音大，但是呢，如果我把你釜底抽薪呢？我让你美国没有钱呢？美国你现在好有钱，对不对？你很多是举债不然你哪来的钱啊？美国支撑你那么大个摊子没有的。所以呢，你看美债它整个规模那么大，现在呢，其他国家说
我不要信任你，那个川普好奇怪哦，这个川普今天讲 A， 明天讲 B， 后天讲 C 的，然后讲的跟做的不一样，做的跟心里想的又不一样，说出来的跟你做的又不一样，你整个人精神分裂的，我不跟你好了，不跟你玩，你这个疯子自己去玩。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跟你有什么债务的这个纠纷，我就把你美债通通卖光，我就买黄金，黄金总不会骗我吧，对吧？我每天对着黄金，哈哈哈，它就是黄金。我每天如果有一点美债，哎呀，它给我崩坏，不行。所以呢，你看大家都开始抛售我的美债，抛售美债呢，哎，你的债务没人要了，我就看你美国垮不垮。所以呢，现在川普会怕，这是信任危机啊，信任危机很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一旦有一个不信任的种子放在你心里，我就每天在你耳边说，那个美债很危险，因为美国总统怪怪的，美国总统怪怪的，他美国政府可能会倒，他这个美债今天这样，可能明天那样，他这个人就是讲的跟说的跟做的都不一样。然后你就听，就觉得，哎，对，这个美债，我的钱很重要，哎，对不对？一个国家的钱很重要，哎，大家都把外汇存底拿去买你美债，你美债如今如此不可靠，所以大家都在抛售美债。于是乎呢，你看，不仅仅是美债的一个殖利率暴升，它的一个价格崩坏，甚至美元，你看到美元指数不断的在往下跌，美元变得很弱，美债没人要。这都叫做对美国的不信任。但你要说对美国不信任，好像有一点太瞧得起他，应该是对川普的不信任。那川普现在谁？美国总统嘛，所以呢就不好意思了，只好对美国不信任一下。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美元的暴跌，然后看到美债没人要哦，这就是整个对川普的信任危机。那对美国的信任危机，会开始慢慢的雪球般越来越大。那我们就带你来看到，你说中国跟这个美国有仇，所以他抛售美债可以理解，但是其他国家不一定啊。我们来看一个美国籍的股神巴菲特。巴菲特呢，之前大家就在讲他手中非常多的一个现金，他已经早就预知到这个整个金融的风暴，所以他早就已经把他的美股他卖掉很多，他手上都留现金。好，那你知道他现在这些现金在干嘛吗？巴菲特把他手中的现金部位美元部位换成日元部位了，你就有时候你就不得不这个要佩服一下，人家年纪大哦，这个感觉吃的盐哦都比我们吃的米多，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多，所以他早就看到川普怪怪的，所以呢，他这个手中的美元资产他已经换成日元部位了。他最近呢，巴菲特他发了900亿日元的日元债，他发武士债，就日元的资产，他在日元市场当中。900亿的日元的债发出去了，那这些他美元资产部位换成了日元资产部位之后，他要做什么呢？据说啊，他已经在等一个时机点了，等到美股崩下来，全世界的股市通通崩下来之后，他要去捡便宜，他要买日本的5大公社的一个股票，这个5大商社的股票，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的巴菲特都在做这件事情，把美元资产换成日元资产。除了巴菲特之外，你也看到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些法人机构，有很多的一些投资银行，他们现在不买美国公债了，他们买什么？他们买瑞士法郎，买黄金，买德国公债。相较之下，他们觉得德国正常一点。所以呢，如果我要现在投票投一个我最信任的国家，这个国家很正常，这个国家大大的，这个国家很健全，不会有一个奇怪的个性的总统的，大家选择德国。所以呢，现在很多大的一些投资银行把他们的美国公债卖掉，去买德国公债。所以呢，大家这个钱啊都是直接用钱投票的。现在大家把钱放到他们认为安心的地方，是黄金，是瑞士法郎，是这个德国公债。所以你就看到了，当大家都把钱往美元资产挪出来的同时，这就是川普总统所造成美国的信任危机。这个信任危机呢，会慢慢的越来越扩大。当美元资产不再是大家觉得心里头第一名 No.1 最重要的、最值得信任的一个资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呢？我们就走着瞧啊。但是呢，这也会影响到你跟我之间的投资嘛。所以呢，接下来的投资呢，大家要仔细看的是，当
美元现在美元指数在跌，看到了美国公债现在殖利率居高不下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可能这个美国公债的一个价格还要在低档维持，会维持多久我们不知道。再来就是川普他的关税政策很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现在经济衰退的一个比例越来越高了，大家也要放在心上。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告诉大家，最近一阵子你的投资真的要避开美元资产，可能要小心点，留现金最好。亦或是呢，你要学习巴菲特的精神，换一点日元资产的，日元可能会接下来升值的。那或者是你要学大投资银行，他们把钱放在欧洲，放在德国公债，放在瑞士法郎，这也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方向哦。所以呢，今天整理了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以前呢他总是做对事的这些投资的一些这个名家们他们在做的事情，那告诉大家接下来你的投资可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内容咯，我们下回见，拜拜。